耶稣让鬼进猪群，邪灵与海的秘密，你能想象吗？某一天你在乡下度假，清晨还在民宿里慢跑，突然听见山坡下传来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，转头一看，竟然是一整群猪，上千只，它们疯狂尖叫，四处奔跑，最后像是中了魔咒一般，直直冲向悬崖，然后扑通扑通，全部坠入大海。这画面太惊悚了，完全可以拍成 Netflix 的惊悚剧集。而这一幕并不是什么都市传说，而是记载在马可福音5章的真实事件。耶稣遇见一个被群鬼附身的人，他吩咐污鬼离开，结果那些鬼竟然恳求，让我们进猪群吧。耶稣答应了，于是2000头猪立刻失控，全部掉进海里淹死。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耶稣要允许鬼进猪？这些猪又做错了什么？他为什么没直接把鬼消灭？还有那片海里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这不是单纯的鬼故事，而是一个牵涉到灵界权势、经济利益，甚至人心选择的事件。故事发生在加利利海的东岸，也就是外邦人居住的地方。这里不同于犹太人的律法文化，养猪是正常的产业，但对犹太人来说，猪是不洁净的动物，根本不能碰。那个被鬼附的人住在坟墓里，力量大到连铁链都锁不住，整天喊叫，拿石头自残，村民早就拿他没办法。耶稣一到，他立刻跑过来跪下，大喊，至高神的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这是被鬼操控的声音。当耶稣问鬼的名字时，鬼回答，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的缘故。群这个字在当时的罗马军事背景里，意味着一个军团可能是数千的规模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一只孤单的小鬼，而是整支邪灵大军寄居在一个人身上。耶稣却只用一句话就让他们毫无选择，只能祈求进入猪群。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故事太古老，太超自然，离现代人很远。但仔细想想，其实这些群猪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生活里的代号。比如说股市的崩盘，一群人投资时跟风，最后像群猪般疯狂跳崖。网络的暴走，一则假新闻一出，群众情绪瞬间爆发，留言区像群猪冲下海，无法回头。消费的狂热，某牌子出新手机，一堆人彻夜排队，抢到之后又陷入分期付款的海洋。当人失去理性，被看不见的力量操控时，集体行为就会变得像附鬼的猪群，外表是选择，实际上是失控。这正是故事要揭露的真相。邪灵不只是存在于恐怖片，他们也可能借由金钱、权力、欲望操控群体的走向。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让鬼进猪？如果单纯要拯救那个人，他可以直接赶鬼，让他们无处可去。但耶稣允许鬼进猪，造成当地巨大的经济损失，这显然不是随手解决问题而已。这里有几个可能的转折：一、揭露邪灵的破坏本质，猪群立刻跳海，证明鬼的目的就是毁灭。如果耶稣不让鬼进猪，人们可能还以为那疯子是单纯精神病，而看不见背后的黑暗力量。二、挑战人心的价值排序，2000头猪在当地是一笔巨款，耶稣等于在问，你们更在乎一个人的得释放，还是自己的财产？结果村民选择了财产，他们惧怕耶稣，请他离开。三、海洋的象征，在犹太思想里，
海常常象征混乱与邪恶势力，当鬼进了猪群，最后掉入海里，这画面就像一场临界的审判，邪恶被丢回它该属于的深渊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这件事发生在现代台湾，新闻会怎么报道？经某地2000头猪集体跳海，专家怀疑病毒或大规模幻觉。当地畜牧业者损失惨重，怒斥宗教行动干扰。网友热议，究竟是灵异事件，还是动物集体自杀？而你，若是其中一个村民，会怎么看？会感谢耶稣拯救了那个疯子，还是心疼2000头猪的价值，觉得这个外来教师太危险？这问题正好揭露了我们心里的天平。这故事最核心的亮点不在于猪，而在于耶稣的身份。鬼清楚知道他是至高神的儿子，鬼军团完全无力抵抗，只能求情。耶稣一句话立刻夺回一个人的自由，这是一场临界的公开示范。耶稣不是单纯的医治者，而是拥有绝对权柄的王，他能胜过人无法胜过的黑暗，哪怕是一支鬼军团，也只能乖乖听令。故事的最后，那个被释放的人衣着整齐，坐在耶稣脚前，安静清醒，但村民却害怕，请耶稣快点离开。很讽刺吧？一个疯子得自由，大家却宁可选择失去耶稣，也不愿意再失去更多猪。于是问题来了，如果今天耶稣介入你的生活，要你失去一些东西，换来一个真正自由的生命，你会说，主啊，留下来？还是会像村民一样，礼貌却坚决地说，麻烦您走吧？要点总结，耶稣让鬼进猪不是残忍，而是揭露邪灵的毁灭性。2. 群猪的灭亡挑战人心价值、财产对人命。3. 海象征邪恶归回深渊，显明神国胜过黑暗势力。4. 最终的问题不是猪，而是你要不要耶稣。